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做运动啊，badminton、篮球、田径 ，not a fan of it。然后家里又没有安 Astro， 然后也没有像朋友一样有 PS2 可以玩，就连 YouTube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流行起来的，所以我以前的那些爱好都是没有那么花钱的，画画啦、看 DVD 啊，以及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漫画。在以前我的年代，要看日本的 manga 是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当然原因也不难想象啦，因为一我们不会讲日语，第二呢就是以前 anime 这个 media 在我们这里不是主流，它是个很 niche 的次文化。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所谓的 anime 啊，来来去去就那几个咯，哆啦 A 梦、小新、火影等等等等这些日本做的动画，所以我看的那些漫画书，自然而然肯定一定要是以华语为主。撇开那些经典的，比如什么老夫子啊这些漫画，我看最多的漫画类型啊，就是教育漫画书。Let me explain。以前漫画书的地位哦，就跟打 game 一样的，没营养啦，教坏小孩子啦，不会让你考试拿 A 的鬼东西啦，是把他们视为垃圾的存在，垃圾。But if you combine with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everybody loves it. 在还没有进入我们马来西亚的漫画之前啊，我最先接触的教育漫画是来自韩国画师画的，而且还是台湾出版社代理发行的中文版，也就是最经典的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系列。他们旗下根据不同的主题设立了不同的漫画系列，有极端气候的，有自然灾害的，介绍昆虫的昆虫世界啊，还有最热门的 dinosaurs， so many dinosaurs， 而且来来去去都是侏罗纪。这些漫画书哦，是每个小学生甚至中学生在学校必看的漫画。其中一个我最推的这个系列毋庸置疑是寻宝记系列，一个结合寻宝跟介绍全世界国家的这个教育漫画。基本故事架构就是跟着我们的主角布卡和麦克到每一个国家寻找当地最珍贵的宝藏。哦，还有靠雷 ，That's right， this 布卡前期的时候真的是几乎每一集啊，每个国家都靠到雷啊。如果把它放到其他那些黑人面前啊，那其他人都是 2.5 的炸。That's Mr. Worldwide。来给我感觉就是他每次到访的国家啊，要么吃，要么靠雷。而且这漫画有好多人设好好看的这个角色，尤其是越坏越帅的那种。最 classic 的就有我们的疯爸爸，我们的经典反派，不只是长得帅啊，超搞笑啦。他虽然每一集都最后是沦为输家，一直吃瘪的，但他最后啊还是不屈不挠啊，就不会喊放弃的，是我全系列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之一。He's just so fun to be around. Until the Australia episode, we got our Jason. He's more woo. Anyway.寻宝记的 content 不只是概括每个国家的历史，还包含了各国家的文化、美食、人文、娱乐等等，以最有趣的方式来科普给大家。特别是在每一本的封面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在不同国家穿的不同的服装，特别的吸引人，是个我非常推荐给小朋友去认识各个国家的漫画。Therefore, I want to make a wish. Please, Mr. 江金霄 make an episode about Malaysia. I mean, 老师你已经都到新加坡了，你也做一集关于新加坡，不如来做我们的，我们就在隔壁，我们过个桥，过个 custom 很快的，而且我们有很多好康啦 ，please。过来我们沙发玩 OK， 韩国漫画的部分我们就点到为止啦。 Let's move on to the Malaysia one, shall we? 提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漫画，哇，可以讲的东西不少哦，榴莲公主啊，小班长、Oka、KK 小超人，这些都是大家小学的时候非常爱看的漫画，但
有一个漫画是大家肯定看过的 The Golden The Classic The One and Only 哥妹俩吧Coco and Me 哥妹俩。这本漫画是关于讲什么呢？我简单来讲啊，就是一对哥妹俩，果果跟美美，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故事。它的故事很多元，它可以是讲亲情、友情、感恩老师，也可以是时下当局发生的事情啊，又或者是作者认为值得探讨的时事议题。除了每一集的主题之外啊，这本漫画书它还附上几页很有趣的4个漫画，也是结合华语的成语以及搞笑有趣的这个4个漫画 combine 在一起。你问我最喜欢哪一个哥妹俩的故事的话，有点难因为我每一本都很喜欢。哥妹俩的前中期的故事我没有一个是不喜欢的，蓝眼泪、加油嘎嘎、姐弟俩、爱的教育、他不丑他是我妈妈、他不胖他是我爸爸、第一名、真是游泳等等等等，就跟 Pixar movie 一样，小朋友可以享受漫画的乐趣，大人又可以学到漫画想要传达的教育。这本漫画是真的很厉害它是第一个有自己的真人版电影的漫画。你可能会想，有什么出奇嘞？这个漫画出真人版又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But keep in mind，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第一个以漫画作为原作改编的这个真人版电影。That's a revelation here. But if you ask me， 这部电影好不好看？ Well, the story could be better.But 比起真人电影，我个人私心会是比较想要看到哥妹俩改编成动画影集。I mean, they do have one, but 它就只是漫画成语改编成短动画而已，而且它也只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付费频道 Astro 播放而已。I don't know they have do that. I don't have Astro. I'm a NTV7 我很喜欢这部漫画。我小时候家里也没有钱给我去买月刊嘛，所以就经常去图书馆借好几本，每次就徘徊在中文漫画区，就是为了可以第一时间借到最新一期的这个漫画。然后过后我的漫画就被别人抢走了。这部漫画可以讲是启蒙我想要当漫画家这个梦想的契机之一。每个人都有心中最喜欢的漫画家，可能大家喜欢的漫画家是尾田荣一郎老师、荒川弘老师或者是岸本老师， But to me 是徐有利老师。没有他我也不会主动去挖掘更多的漫画作品，认识更多他后来发掘的漫画家新人。然后黑色水母正是其中一位啦。黑色水母，我的银魂。要讲到搞笑漫画的话，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就是他。他的漫画的特点就是搞笑无厘头，然后他画的漫画的画风嘛，虽然杨梅讲很好看，但是就是这种丑丑的画风配上无厘头的搞笑跟他搞笑就让我想起以前那些 Rich Comics meme 嘛。不过他画的漫画从早期的搞笑无厘头慢慢就转到去后期的叙事。说实话，当初我看到他这样的转变的时候，我其实是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为什么你不要画搞笑漫画 ？But 回头看来，我在想，可能他是画累了吧 ？He's just tired of it。这样子10多年一直画搞笑漫画，肯定自然是会闲的了，我想。而他之后的结果也确实是很厉害的。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短篇故事《再见》，这个在 Facebook 的时候就好多人 share， 反响非常好，还甚至有人把它翻拍成真人短片，看到我就很酷去看一下。OK, one last 漫画 before this video ends 我最后一个想要讲的漫画 X 探险特工队，可以讲是我的 local shonen，一个结合少年冒险以及科普知识的这个漫画系列。我最早一次接触 X-Venture 是他们很早期的未知生物系列，也就是特工队在12集里面调查世界各地的未知生物，而且12个故事由不同的画师画了，
如今这个 IP 规模也挺大的，而根据了不同的题材诞生出不同很有名的这个探险特工队系列，比如这个以动物主轴的万兽之王系列，除了调查全世界发生的离奇动物事件之外主要就是透过卡牌对决来一决胜负，到底哪家动物最强。然后再来一个是我私心也是很喜欢的智力冒险系列，设定它是设在X-Venture 主线的上个时代，全世界的冒险家为了获得世界第一冒险家的头衔，决定周游列国来挖掘古文明的宝藏，自此开启了大冒险时代。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主角小航，一个想要拿到第一名头衔的新人冒险家，还有他的这个同伴露露，一个可以变成猫的这个诅咒少女，所以就可以用绳索的路飞以及猫猫果实的乔。当然在整个系列里面最经典最 classic 的无疑就是这个恐龙世纪系列。这个漫画系列是在讲述X 探险特工队意外穿越时空到恐龙世界的故事，而且还不是什么侏罗纪白垩纪第四纪这些用到烂到不能再烂的这个恐龙题材，是真的穿越到最古老的时期。 This is sick。 然后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一次过从最前面回到现在呢？就是因为能源的关系，他们只能穿越一个纪元一个纪元来，所以主角团的基本故事脉络就是特工队的恐龙调查。在基地充电的同时，我们主角团就是到外面收集资料勘察每一个恐龙时代的地形did I mention fighting dinosaurs？ 那个角色阵容也是 The Goat， 负责冒险的特工队就有我们的铁三角小雨、小商和石头，一个笨蛋，一个聪明的胆小鬼，还有 The Rock。 除了铁三角以外，我们还有另外3个配角，我们有达文西博士，偶尔会跟主角团一起冒险的艾美丽 and she's a bit 稚嫩，以及莱安娜Sorry, that was misbehave, but like anyway， 这个漫画一出反响很热烈，科普内容很扎实精湛的战斗冒险精美的作画，吸引人的人设等等等等，我很难想到为什么这一部动画没有改编成动画，我真的不懂。在那之后呢，这个系列它就出了它的这个续集《恐龙世纪2》，故事就是在讲主角团再次回到恐龙世纪去拯救博士，以及要面对基地蠢蠢欲动的这个黑幕。当然这个系列也不止步于恐龙这个主题，他们也有衍生出新的漫画系列啦，然后在主线剧情也是开始异想天开的发展，所以那个世界观就是越做越大我真的是开始有点跟不上我自己也是追到他们的机器人大战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追了。至于为什么不追，well 可能是我觉得不那么好看吧， I don't know, I just bored. And yeah, that's about it. Except it's not because 我还有很多的漫画我还没有讲到的在这个 video 里面 but that's gonna make the video so long。 再不然就是我对那些漫画已经没有什么记忆点了不懂可能 next time 我做一个 part 2 or something 来继续聊啦No cap， 这些漫画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会有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从一个喜欢画画的再后来慢慢转去做动画的，我甚至可能都不会去接触什么 anime 去看 anime 虽然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看漫画but in my heart 他们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快乐的回忆，这是不争的事实。 I'm just like Andy and just like Andy 我终究有一天会长大，继续往下一个人生的阶段前进。 Thank you all.